这怎么可能？三大神君到死也没想到自己竟然会被对方一招抹杀。三大神君的眼神中透露出难以置信，他们曾以为自己站在了高位，却在一瞬之间化为尘埃。他们的身躯在那道突如其来的天光洞穿下，如同脆弱的草芥，瞬间被抹去了一切生机。五大神阁的众人原本以为可以见证一场惊天动地的较量，却没料到这场对决竟结束得如此迅捷，如此无情。他们的目光凝固在那道纯净的光柱之上，仿佛看到了世界之初的怒火，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惧自心底升起，震撼至极。那是何等的力量啊！仿佛天地初开，混沌初分，无可匹敌。孽神长老的脸庞僵硬，他作为10大神长老中的智者，经历过无数风雨，但这一刻他感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撼。他的嘴角不自主地抽搐着，那是对那股强大力量的本能畏惧，更是对未知的深深惶恐。这一幕彻底颠覆了他的世界观。而此时的萧炎正静静地注视着这一切，他的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尽管那道纯净光柱耀眼，但他似乎能透过光芒看到更深层的秘密。虽然无法辨识出光柱内的真容，那股熟悉的气息却让他感到一种莫名的联系，仿佛与他的命运紧密相连。然而在众人目瞪口呆之下，三大神君的陨落尚未平息心中的惊涛骇浪之时，更令人窒息的一幕也是猝不及防地席卷而来。12道耀眼的纯圣之光如同破晓的第一缕曙光，划破了重重迷雾阻碍。这光芒纯净无比，无人能避其锋芒。这股力量强大到足以撼动天地，撕裂空间，逆转时空，仿佛是宇宙间最纯净的神秘力量。纯圣之光毫不留情地穿透了大道神力所凝聚的防御神光，那股威势无人能挡。9大副盟主，这些昔日高高在上的存在，在这光芒面前如同尘埃般渺小，他们的大道防御神光如同薄纸一般被轻易撕裂，再也无法提供一丝一毫的保护。纯圣之光不带丝毫温度，却比烈焰更加灼热，直击他们的神魂深处。9大副盟主面对这前所未有的力量，面色惨白如纸，恐惧将他们的面容扭曲成了难以辨认的模样。这究竟是什么力量？不要啊！他们的呼喊声中透露出前所未有的恐惧，也是对他们生命终焉的哀嚎。在这一刻，他们感受到了一股无力感，任由那纯圣之光将他们的防御一点点侵蚀，直至他们彻底失去了抵抗的能力，神体也在此刻彻底的消散，彻底的将他们抹杀殆尽。周围的人群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发生，他们的震惊之情溢于言表。空气中弥漫着一种令人窒息的沉默，仿佛连时间都在这一刻停滞。空气中弥漫着一种说不出的压迫感，纯圣之光仿佛是对所有不洁之物的终极审判，让一切世间的不洁之物都无所遁形。在这股力量面前，所有的喧嚣都归于寂静，所有的挣扎都化为乌有。这一场5大神阁危机也算是彻底的解除了。这片天地的空气凝固，时间在这一刻失去了意义，所有的声音，所有的色彩，所有的一切都在那道纯净的光柱下变得暗淡无光。唯有那道纯净的光芒在众人心中留下了深刻而无法磨灭的印记。天地间仿佛只剩下了那束纯净光柱，以及它所带来的毁灭与新生。这是一场无人能够逆转的存在。9大副盟主、3大神君以及天军神战队的统统陨落，不仅是他们个人的悲剧，更象征着在这个浩瀚宇宙间，不是神奇联盟可以左右的。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不要以为自己已经是站在了世界的最高点，在这个浩瀚的宇宙中，充满着无尽的神秘。5大神阁之主、孽神长老，他们都在这一刻明白了，有些东西即便是神也无法改变。在这次彻底解决了神奇联盟入侵攻打5大神阁的危机之后，5大神阁的众神奇都在欢呼雀跃，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喜悦与解脱。他们的脸上洋溢着胜利的笑容，彼此拥抱欢呼，仿佛卸下了沉重的负担。然而在这狂欢的背后，他们并不知晓自己曾经历了死亡的洗礼，是吴雪觉醒了体内的那股神秘力量后，重启了天之路，逆转了时间，才得以时间倒流，将万物一切以及他们的记忆都恢复到了大战前的那一刻。在那喧嚣的人群之中，仿佛周围的欢呼声与萧炎的世界隔绝，他的注意力完全被那纯圣光柱所吸引。萧炎独自一人，面无表情，目光如炬，紧紧地盯着那道纯圣光柱，而纯圣光柱中的那道模糊身躯的轮廓也在注视着萧炎。光柱如同一支斩断一切的苍穹之剑，让萧炎心中泛起层层涟漪。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时间仿佛在这一刻定格了，也不知道过了多久，纯圣光柱内的光芒在颤动，似乎有一股无形的力量正在撕扯，仿佛要回归属于他自己原本的世界。萧炎心中一紧，突然那纯净光柱猛地一颤，那股超越了所有人认知的力量终于消散，只留下一片虚无。在这一片静谧中，萧炎的声音犹如惊雷，划破长空。吴雪，他的呼唤充满了难以言说的复杂情绪，然而就是这2个字震惊了在场的每一个人。他们纷纷转头，面面相觑，对于萧炎口中的吴雪感到困惑。刚刚那股超越他们认知的力量竟是吴雪爆发出来的，
这怎么可能？不仅是其他众人不相信，就连武神阁之主都不相信，因为吴雪是他的女儿，自然是知晓他的天赋和实力，绝对不可能有如此超越他们所认知的力量。武神阁之主的眉头紧锁，他的眼神中流露出难以置信与深深的疑惑。毕竟吴雪在他的庇护下成长，他的每一步他都看在眼里，他的能力和天赋他比任何人都要清楚，但是绝对不可能会有这样的力量。如果真是拥有这股力量，那岂不是可以直接掀翻整个神器联盟？大家都在疑惑震惊的时候，孽神长老的目光却透着一丝深邃与了然。他凝视着那片已经消散不见纯净光柱的虚空，若有所思，心中的记忆回到了那个时候，丹神塔收吴雪为徒的原因，那是因为塔主大人在那时就不经意的一瞬间感受到吴雪体内的秘密，那是连武神阁之主也就是吴雪的父亲都不曾察觉的潜力。这也就是什么丹神塔将吴雪收为他们的爱徒原因之一。第二个原因就是吴雪的灵魂非常特殊，根本不需要修炼，随着时间的推移，她的灵魂力量就会随之变强，也从后来灵魂直接蜕变成神魂，这简直就是变态的提升，不同寻常的提升。当时塔主大人就已经觉察到吴雪的不同寻常，让神长老们收其为徒，对吴雪也是百般的呵护照顾，也就让那个吴雪有了丹神塔亲传弟子的身份。但唯一与其他亲传弟子不一样的是，吴雪不需要修炼任何灵魂力量，就能够不断的提升自身的灵魂与神魂力量。如果刚刚那股纯净光柱真的是吴雪拥有的那股超越常人所理解的力量，那么就更加证实了当年塔主大人在那不经意的一瞬间所感受到的隐藏在吴雪体内的那股不寻常的力量。可是在这现场根本就没有吴雪的影子，可刚刚就是他们三人从丹神塔前来，不知为何在空间传送中发生了意外，空间乱流出现。不过好在孽神长老出手，才让他们二人平安无事的躲过了危机，所以他们的速度也会比孽神长老慢一点抵达五大神阁。但也不知道为什么，此刻只有萧炎一人出现，而吴雪的身影却没有出现。难道说刚刚萧炎所喊的吴雪真的是那道瞬间秒杀了神器联盟的9大副盟主、3大神君以及天军神战队的那道纯净光柱？萧炎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会对那道纯净光柱的消失表示悲痛，感觉就像是失去了什么一般，而且他的意识中对那道纯净光柱没有任何的印象，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对着那道光柱大喊吴雪，总感觉那是潜意识在运转。在解除了5大神阁的危机之后，众人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欢呼声、庆贺声此起彼伏。然而萧炎的脸上却夹杂着一丝莫名的悲痛，仿佛危机的解除并未带来完全的喜悦，仿佛内心的某种重负并未随之解除。他静静地站在那里，双眉紧锁，心中却像是被阴云笼罩，难以释怀。他的眼神深邃，仿佛要穿透这欢腾的人群，寻找一丝慰藉。突然，一个清脆而熟悉的声音在他身后响起：萧炎弟弟。这声音如同一缕温暖的阳光，穿透了萧炎心中的阴霾。他转过身，眼前的景象让他那凝重的神色终于有所松动，一丝释然之色在眼底流转。只见一位身穿青衫女子静静地站在不远处，透出一股清新脱俗的气质，嘴角勾起一抹恬淡的微笑。她的容颜绝美，如花似玉，雪白的发丝在微风中飘逸，宛如仙境中的精灵。她那笑容如同初生的朝阳，温暖而纯净，照亮了萧炎心中的每一个角落。站在不远处的正是那位他深为熟悉的吴雪。萧炎轻声呼唤他的名字，声音里带着几分不易察觉的颤抖和深藏的柔情。这一刻，萧炎仿佛找到了心灵的慰藉，那份原本固执的悲痛在吴雪的出现下渐渐消散。他看着他，眼中闪过一丝坚定与安宁，仿佛只要他在身边，再多的困难与悲伤都能变得不值一提。你没有离开。萧炎的声音在空气中弥漫，带着一丝迷茫和困惑，他的眼神似乎在寻找着答案，仿佛这句话又是他潜意识的波动。吴雪一步步走近，长裙摆动间，她的话语带着几分嗔怒道：离开？谁离开？她的眼中闪过一丝不解和淡淡的愠色。她不明白萧炎为何会这样问，难道他希望他离开？这个念头让他感到心口一阵紧缩，不自觉地加快了步伐。萧炎的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疑惑，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自己怎么会说出这句话？旋即，萧炎急忙摇头，试图驱散这股莫名的潜意识。他的语气中带着一丝迷茫和急切。不是。萧炎的脑海中一片空白，无法找出合适的言辞来解释自己的失态。他摇了摇头，试图驱散脑中的迷雾，然后问道：你刚刚去了哪里？萧炎抬起头，目光与吴雪相撞，他看到了他眼中的愠怒，也感受到了他心中的疑惑。他深吸一口气，试图平复自己的情绪，却只觉得心中的疑惑更加浓厚。他的视线落在吴雪的脸上，想要从那细微的表情变化中找到一丝线索，但吴雪自己也不知道，刚刚与萧炎他们进行空间传送时，发生了一场意外的空间风暴，昏迷了过去。后面也不知道怎么的，就看到了空间传送的裂缝，穿过裂缝就来到了五大神阁这里。然而吴雪来到了这里的时候，却是发现没有一个神器联盟的人，
反而听见了五大神阁众人的欢呼声。吴雪也将刚刚自己在空间传送中所发生的事情告知了萧炎。萧炎一听点点头，刚刚他们的确受到了空间风暴，导致他们分开了。吴雪则是静静地看着萧炎，他的脸上没有了刚才的怒色，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深思的宁静。他的双眼如同幽深的湖泊，映照着萧炎的身影，也映出了他那有些迷茫的模样。这样的场景静谧而又充满了张力，两人的对峙就像是一幅精美的画卷，生动而又充满情感。然而在吴雪这么一解释后，也让所有人打消了刚刚的那种想法，那道纯净光柱并不是吴雪的力量。人群中，五神阁之主身着玄色长袍，目光如炬，步履沉稳地迎向吴雪。他的眼中流露出难以掩饰的慈爱与关切，那是父亲对女儿深沉的守护之情。吴雪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温情，眼眸微张，似是惊讶，又似是感动。